泽连斯基出访保加利亚的时候，在现场直播的欢迎仪式上，突然就指责保加利亚的总统拉德夫，你不支持我乌克兰。拉德夫当场斥责泽连斯基，并下了逐客令，一场闹剧就此结束。欢迎来到张兵观察。泽连斯基啊，现在已经觉得自己是神了，没想到这回在保加利亚吃了这么大一个鳖。前两天呢，泽连斯基短暂的到访保加利亚，那人家保加利亚那边肯定是热烈欢迎了，他们国家电视台索菲亚电视广播呀，就现场直播了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举行的这个欢迎仪式啊，那个欢迎泽连斯基的到访。那谁知道呢？泽连斯基突然是毫无征兆，突然这个言辞非常激烈的批评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说你不支持乌克兰。这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保加利亚内部啊，他对这个是否支持乌克兰确实有很大的分歧啊。你看他们的总理就认为应该是支持乌克兰，并且援助武器，而总统这边呢则认为要尽量啊保持中立，我们没必要啊出钱出力啊，这个让乌克兰去打这个俄罗斯，我们没必要去买这个单，是吧？我们保持中立就可以了。我们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但是不能提供武器啊。这个也是目前保加利亚内部主流的看法。泽连斯基他突然就来这么一手，你看都有一点这个撒泼的这个架势了啊！你要钱的比给钱的还凶啊！这个有失外交礼仪，而且呢，他把这个保加利亚内部的这矛盾呢，直接就给抖露出在这个公众场合了。你这不就等于打脸保加利亚吗？这个拉德夫总统肯定是非常的气愤了嘛，当场他就回击泽连斯基。说我想告诉你啊，无论你的军队啊，这指的是乌克兰的军队啊，在弹药方面拥有什么都不足以啊与俄罗斯作战。乌克兰呢有优秀的军队，有优秀的人民，但是这不足以让你们赢得战争，因为乌克兰没有优秀的总统。拉德夫这个话说的也是够狠的啊，然后呢就把记者就赶出了欢迎仪式的大厅，扔下泽连斯基，人家自己就走了，这就等于下了一个逐客令。泽连斯基呢也就只能是你就结束访问吧，你都这个架势了，你俩怎么办呢？啊，然后就灰溜溜的自己匆匆的去了捷克，保加利亚这边甚至都没有安排送行。这看来啊，这个泽连斯基这种失态呢，应该说他是在加戏啊。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说他内心的一种焦虑。乌克兰的情况啊，看样子有点不妙了，这个内部的压力比较大，这个和俄罗斯消耗到现在所造成的这各种的消耗也是非常的大，难以承受啊！没有大量的援助，真的是不好往下弄了啊！泽连斯基呢，你看他就要在这个北约峰会之前啊，他就要开启他这一轮外交的动作，进一步绑架欧洲的国家，寻求政治的支持，更需要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俄乌冲突的爆发呢，欧洲国家呢，他们一开始啊，他们把这个调子定得过高了，最后形成了一个自我道德和政治上这个过分的抬高之后，自己把自己啊自我给绑架了。你现在呢就有点下不来台，尤其是那些原东欧国家，它本来它脱离开苏联啊，从历史上我们看脱离开苏联之后呢，它加入这个欧盟和北约是想过好日子呀，是想这个过得更好啊，但是啊，并没有想说我要把我自己的家底全掏出来去援助乌克兰和俄罗斯在这边开打，况且这些国家也没这么强的实力啊。美国用政治和军事强压下这个欧洲的这个各个国家啊，要一致啊，这个政治上啊高度的统一啊，军事上要支持乌克兰。但是这些国家的内部实际上是相当的分裂的。如果俄乌冲突再继续搞下去的话，这种分裂会越来越难以掩盖，甚至会出现矛盾的大爆发。